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日里脾气随和，一旦遭遇点小事，无名火瞬间就冒了上来，拍桌叫骂，甚至砸东西。发完脾气后，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觉得极度疲惫，腰酸背痛，膝盖发软。很多人劝你这是压力大或更年期，但我今天要在这里打破这个认知，跟你说句实话，这不是单纯的性格不好，而是你的生命能量正在发出崩溃的红色警报。这往往是一个人长期过度消耗自己，尤其是沉迷邪淫、纵欲过度后所产生最明显的迹象，生理性的暴怒。为什么纵欲的人脾气会这么大？佛法里有个直击人心的概念，叫做有漏皆苦。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福报和寿命就像一个装满清凉泉水的完好锅子。健康时，这股清凉的能量在体内循环，让头脑清醒，情绪稳定。然而，当你沉迷于不正常的感官刺激，每一次起心动念就是在用名为欲望的铁锤狠狠砸向这个圆满的生命之锅。你把锅底砸出了一个大洞，生命里最宝贵的清凉之水哗啦哗啦全漏光了，这就叫做有漏。水漏光了，但被贪念点燃的火还在底下猛烈狂烧，这在物理上叫干烧，在佛学里就是烧得你痛不欲生的无明业火。你想想，一个烧得通红快要融化的空铁锅，稍微遇到一点外界刺激，滴进一滴水或油，是不是立马轰的一声就炸开了？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莫名其妙发火了吧？因为滋润你的水分早就漏光，压不住心里的火了。那根本不是脾气大，而是你的五脏六腑在干烧之下的痛苦惨叫。你以为自己只是在发脾气，其实你是在燃烧体内仅存的生命力。这就是邪淫带来的第一种迹象，生理性的暴怒。人一旦开始无法控制情绪，被无明业火反噬，你的理智、你的寿命，甚至你辛苦积累下来的福报和运气，就会像漏水的水箱一样流失得一干二净。但是各位，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你身体里的生命之水枯竭，失去了阳气的保护屏障之后，你的磁场就会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变得极度阴冷，而这种阴冷的磁场将会为你招惹来一些你绝对不想碰到的东西。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而且非常惨痛的现代案例，这不是故事，这是一面镜子，希望能在这里给有缘看今天这个内容的朋友提个醒。曾经有一位富商，事业做得相当成功，在商场上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好色。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那方面开始不行了，体力大不如前，力不从心了。按常理来说，人到了这个年纪，身体发出警告，就该顺应自然，修身养性，收敛欲望了。毕竟保命要紧，对吧？可他不这么想。被欲望蒙蔽双眼的人，往往看不清现实。他觉得这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是男人的耻辱，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挫败。于是他开始到处找偏方，吃各种昂贵的西药，甚至花大钱去打那种所谓的回春针。不仅如此，为了证明自己，他还在外面找了一个比自己整整小了30岁的女朋友，整天跟身边的朋友吹嘘，说自己宝刀未老，体力有多么惊人。结果呢，各位，宇宙的规律是极其公平的，报应来得飞快，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有一天，在一个应酬的饭局上，他只因为朋友一句无心的玩笑话，突然之间控制不住脾气，那股我们前面提到的无明业火瞬间冲上了头顶。他拍着桌子站起来，双眼通红，举起手就要打人，可是手刚举到一半，整个人就直挺挺地往后倒了下去，脑溢血，当场中风。后来家人推着轮椅带他去求医，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董事长坐在轮椅上，连话都说不清楚，口水就顺着歪斜的嘴角滴滴答答地往下流。看着他那个样子，真的让人感到无比的心痛与悲悯。当时看诊的老中医满眼慈悲，但也十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段话：你的生命之水早就干涸了，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烧得通红的铁锅，你不但不把火关小，你还敢往里面倒油，打那些催情的药物去刺激它。你不炸锅，谁炸锅？你以为那是在回春吗？你那是在透支你脊椎里面最后那一点点保命的骨髓啊！这位董事长听完，坐在轮椅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可是哭还有用吗？失去的健康和尊严再也回不来了。各位朋友，俗话说得好，英雄最怕病来磨。你年轻的时候再怎么风光，再怎么有权有势，那算得了什么？人到了晚年，能自己好好走路，能自己上厕所，不用别人把屎把尿，那才叫做真正的福报，才叫做真正的尊严。为了那短短几秒钟的感官快感，把自己的下半生搞成一个需要人伺候的废人，真的值得吗？所以，无论你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今天看完这支影片，回去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要是发现自己最近特别容易发火，特别没耐心，看到谁都想吼上两句，而且发完火之后特别虚弱，腰酸背痛，那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你，这不是你脾气变差了，这是你的生命之水告急了，是你的身体在向你疯狂求救。千万别以为发个脾气只是生活里的小事，这背后隐藏的是生命能量的巨大流失。在佛教的楞严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叫做迎心不除，尘不可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大家都懂的物理现象来为各位做个比喻。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生命力就像是一盏油灯，你体内的精气神，你的骨髓，你的脑髓，就是这盏灯里的灯油，而你的欲望，你的贪念，就是那根燃烧的灯芯。一个作息正常、清心寡欲、懂得修心的人，他会把灯芯调得小小的，火苗稳稳当当，虽然不刺眼，但这壶油足足能烧上70、80年，甚至100年。这在民间就叫做长寿，叫做有大福气。但是贪欲极重、沉迷邪淫的人呢，他嫌火不够大，嫌生活不够刺激，嫌感官的享受不够强烈，他拼命地把那个灯芯往上挑，挑得长长的，火苗窜起3尺高，看着是挺亮挺爽，欲望在当下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是各位，你回头看看你那壶油呢，本来能安安稳稳烧上几十年的生命精华，被你这么一折腾，短短几年就烧干了。这在佛法里就叫做灯枯油尽，这是在竭泽而渔啊！为了抓几条鱼的一时快感，你把整个壶里的水都抽干了，水干了，鱼死了，你这盏生命之灯也就熄灭了。所以你仔细去观察，那些沉迷酒色、纵欲过度的人，没有一个是长寿的，而且他们的晚年往往都过得特别凄惨，各种奇奇怪怪的病痛都会无情地找上门来。这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而是因为你的灯油已经被你自己贪婪的欲火给烧没了。甚至当你的灯油烧干，还会出现一个最让中老年人失去尊严的可怕迹象，那就是体生腐臭，众叛亲离。各位，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种味道？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只要你一靠近他，他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味。那不是流汗的汗臭味，也不是狐臭，而是一种就像是肉放在冰箱里坏掉的腐烂味，有人称之为湿气。很多人会误以为，哎呀，这就是所谓的老人味嘛，人老了代谢慢都会有的。错了，大错特错。
一个健康、内心清净的老人家，身上应该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或者说是一股干净的气味。为什么会有那种刺鼻的臭味？因为我们体内的阳气和精水其实就是身体天然的防腐剂。当你年轻时邪淫过度，老了还不知节制，你的防腐剂早就随着那个被砸破的锅底漏得一干二净了。没有了阳气的保护与固摄，你的肉体内部其实已经开始在慢慢腐败了。那些浑浊的油垢、死掉的细胞排不出去，全部从毛孔里溢出来。所以这种人不管怎么洗澡，头面永远是油腻腻的，说话口臭严重，身上喷再多香水都盖不住那股由内而外散发的异味。最让人心酸的是什么？是众叛亲离。你的小孙子、小孙女本来应该跟你很亲，围着你叫爷爷奶奶的，但是因为你身上的这股邪气和味道，小孩子是最敏感、最纯净的，他们会本能地想躲开你，不让你抱。你的老伴、你的子女虽然嘴上不好意思说，但身体都很诚实，离你远远的。你想想看，到了晚年，活成了一个连最亲的家人都嫌弃的孤单老人，这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这就是无名业火把生命之油烧干之后所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可是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身体的毁坏、寿命的缩短，这些都还只是肉眼可见的惩罚。当你彻底失去了这层阳气的防护罩，在看不见的维度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即将发生。那些看不见的磁场又是如何摧毁一个人的家庭？当一个人的生命之水被欲望烧干，失去了阳气的保护屏障，他不仅仅是身体会垮掉，他的磁场也会随之崩坏。这就像是一栋本来充满阳光、坚固温暖的房子，突然之间门窗破裂，四面漏风，变成了一个极度阴冷、充满负能量的黑洞。而这种极端低频的磁场就会开始吸引那些我们普通人绝对不想碰到的东西。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几十年前的真实公案。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彻底明白，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常说，邪淫之人必定自带阴煞。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我们尊称为祖师先生的老前辈。祖师先生在当年是一位非常有修为，专门帮人处理疑难杂症和风水法事的高人。他这一辈子走南闯北，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胆识过人。但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亲口承认，这辈子处理过无数棘手的事情，但真正让他感到头皮发麻、浑身冒冷汗的，只有那么一次。那个年代，很多偏远的农村还没有通电，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大老远从深山里赶来求救。他说家里有人得了怪病，怎么看医生都治不好，眼看着人就不行了，想求祖师先生去家里看看，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祖师先生生性慈悲，看他哭得可怜，就带着一个小徒弟跟着这个男人进山了。因为山路崎岖，等他们走到那个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个年代的农村晚上没有路灯，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黑得像浓墨一样。主人家很客气，赶紧招待师徒俩吃了一顿便饭。吃完饭就安排他们到一间客房去休息。主人在桌上点了一盏老式的煤油灯，也就是那种带着玻璃罩子的油灯。临走前，主人家眼神有些闪烁，特别嘱咐了一句：两位先生，晚上好好休息，无论听到什么动静，千万别乱跑出房门。说完就匆匆忙忙地把门关上走了。祖师先生毕竟是个见多识广的内行人，他没有马上躺下休息，而是先把煤油灯的灯芯挑亮，借着微弱的黄光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这一看不要紧，祖师先生心头猛然一惊，背脊骨瞬间窜上一股刺骨的寒意。为什么？各位，你听我仔细描述这个房间的布局。
就知道哪里诡异了。这个房间分明是被布置成了一间新婚洞房，床上的枕头和被子全都是大红色的，上面还绣着喜气洋洋的鸳鸯戏水，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贴有大红双喜字的老式热水壶。然而让人毛骨悚然的违和感在哪里呢？这么喜庆，像是等着新人入住的房间，所有的家具、桌面，甚至是那床大红被子上，竟然积了一层厚厚的灰蒙蒙的灰尘。大家试想一下这个画面，一边是大红色的婚房布置，一边是仿佛荒废了10几年没有活人踏足过的厚重灰尘。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房间早就已经没有活人的人气了。从风水的角度来讲，房子是阴，人是阳，人住在里面，阳气就会充满这个空间。所以哪怕房子再旧，走进去也会有一股暖洋洋的人气。但如果一个房间长期没有活人居住，里面的阴气就会不断沉淀，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子，装满了至阴之气。这在风水上被称为绝地。祖师先生站在屋子里，明显感觉到房间里的温度比外面至少低了5、6度。那种冷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一种往骨头缝里钻的阴冷，就像是在大热天突然走进了医院的太平间一样。他心里很清楚，今晚绝对不太平。他不敢脱衣服睡觉，让小徒弟睡在床的内侧，自己则盘腿坐在床边。他把老式的蚊帐放下来，凭着多年的修为，在蚊帐的开口处用道家的手法迅速打了一个八卦结。然后他靠在床头，双目微闭，手里暗暗捏着法诀，静静地等待着。桌上那盏煤油灯他没敢吹灭，而是让它一直亮着。夜越来越深，农村的深夜安静得可怕，连一声狗叫都没有，整个世界仿佛死寂了一般。大概到了午夜子时，也就是一天当中阴气最重的时候，突然门口传来了一声极其沉闷的吱呀声。祖师先生猛地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口。门明明是关得好好的，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动，但是在门口的阴影处，竟然慢慢地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长长的外衣，头发非常长，整个披散下来，完全遮住了脸。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时候，最恐怖的物理现象发生了。桌子上那盏原本散发着暖黄色光芒的煤油灯，火苗突然之间唰的一下变成了诡异的蓝绿色。各位朋友，这不是电影里的特效，这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当空气中的磷含量发生变化，或者说当空间里的阴离子浓度极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气极重的时候，火焰的燃烧状态和颜色就会改变。看到这蓝绿色的火苗，祖师先生心里有数了，来者不善，绝非活人。虽然他有修为，但人体面对极度危险时的本能反应是骗不了人的。他瞬间觉得头皮发麻，浑身的汗毛孔全都炸开了。那个女鬼似乎感应到了床上有活人的气息，她开始慢慢地抬起脚步，一步一步地朝着床边飘了过来。她一边走，还一边做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动作。她缓缓抬起惨白的手，像是在梳理那头遮住脸庞的长发。深更半夜，荒村野屋，一个看不见脸的长发女鬼，伴随着蓝绿色的灯光，正朝着你的床头逼近。这要是换作普通人，恐怕当场就吓得魂飞魄散了。就在她快要飘到床沿，那双惨白的手眼看着就要伸进蚊帐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就像是高压电线短路时打出的火花声。那个女鬼就像是触了电一样，整个人被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猛地弹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回了门口的阴影里。她显然很不甘心，喉咙里发出了一种类似破风箱般低沉的嘶吼声，再次带着极重的怨气冲了过来。
可结果依然一样，砰的一声，他再次被狠狠地弹开。这下子，那个女鬼老实了，她站在门口，浑身微微发抖，再也不敢往前踏出一步。大家可能会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挡住了她？难道那个蚊帐是铁打的吗？当然不是，挡住她的是祖师先生睡前打的那个八卦结。我跟各位解释一下这背后的逻辑。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结绳技术，尤其是道家的八卦结，它的编织走势其实就是一种宇宙能量的螺旋结构。当一位有修为、心怀浩然正气的人在打结的那一瞬间，他把自己的意念，把他纯阳的能量牢牢地锁在了那个结构里。对我们活人来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绳结，但对纯阴之体的鬼魂来说，那就像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高压电球。他这样硬闯，无异于飞蛾扑火，当然会被弹飞。这时候，那个女鬼也意识到，坐在床上的这位老先生不是普通人，是一位有真本事的修行者。接下来的一幕让祖师先生一辈子都忘不了。只见那个刚才还怨气冲天的女鬼突然之间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她就像古时候唱戏的人一样，甩着长长的袖子，对着祖师先生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动作虽然僵硬，但充满了敬畏。祖师先生看到他肯低头，知道这件事还有转圜的余地。他稳住心神，充满慈悲，但也语气坚决地对他说：我与你无冤无仇，是这家的主人，说有人病重，请我来救命。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这家人真的跟你有时的深仇大恨，那是你们之间的因果，你们自己去了断，我绝不插手偏袒。我不会伤害你，但也请你别来为难我。这番话说得极有智慧，他守住了修行人的中道，不随便介入他人的因果业力。那个女鬼听懂了，她慢慢地站起身，对着祖师先生再次深深地鞠了3个躬，然后她的身形开始慢慢变淡，最后完全消散在了黑暗之中。就在她消失的那一瞬间，桌上那盏蓝绿色的煤油灯呼的一下又恢复成了温暖的黄色，房间里那股刺骨的阴冷也瞬间消退了大半。第二天一早，天刚亮，祖师先生拉着徒弟收拾行李，一肚子火地冲出房门。刚出门就撞见了昨晚那个请他来的男人，也就是这家的男主人，正一脸焦急地在院子里徘徊。祖师先生指着他的鼻子就骂：你明知道那个房间不干净，还故意安排我们师徒住进去，你是想拿我们当挡箭牌，替你们家死人吗？这活我不接了，告辞。那个男人一看高人要走，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祖师先生的大腿嚎啕大哭：先生救命啊，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昨晚那个女鬼是我儿子的原配老婆，自从她死后，我儿子就得了怪病，眼看着就快没命了，我才斗胆请您来镇住他啊。祖师先生看着这个老泪纵横的父亲，终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停下脚步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能让一个女鬼怨气这么重，非要置你儿子于死地不可？随着老父亲的哭诉，一个关于贪欲、负心与邪淫的惨痛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个老父亲的儿子，我们姑且叫他小陈。小陈当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不仅长得体面，收入也受人尊敬。他原本有一位结发妻子，也就是那位女鬼，姓王。王氏当年为了嫁给小陈，不顾家人反对，甚至跟娘家断绝了关系，一心一意跟着他吃苦。可是小陈犯了一个男人最容易犯也最致命的错误——贪淫。他凭着自己医生的身份，经常接触各种年轻女性。没过几年，他又看上了村里另一个
年轻貌美的姑娘，甚至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为了给新欢腾出位置，小陈被色欲彻底蒙蔽了双眼，心狠手辣的要把结发妻子王氏赶出家门。王氏苦苦哀求，说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求他念在旧情，给条活路。但邪淫之人的心早就被欲火烧成了铁石心肠。小陈不仅不听，还残忍地将他扫地出门。就在备休的当天晚上，万念俱灰、满腔怨恨的王氏穿着当初结婚时的大红衣服，跳进了村口的深井里，含恨自杀了。王氏死后，小陈虽然如愿娶了新欢，但报应马上就来了。他开始整夜的失眠、盗汗，迅速消瘦。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浑身湿漉漉的王氏站在床头，死死地盯着他。各位朋友，听到这里，我必须停下来，为大家做一个直指核心的深度剖析。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哎呀，这个女鬼太厉害了，把人给缠死了。错了，佛法讲述宇宙的真理，有一句话非常透彻：务必自腐，而后重生。什么意思？你见过一颗新鲜、完好无缺的苹果，里面会凭空长出虫子来吗？绝对不会，一定是这个苹果内部先开始腐烂了，有了缝隙，苍蝇才会来产卵，最后才会长出虫子。人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如果这个小陈他行得正，坐得端，内心坦荡，一身浩然正气，他的阳气就像一个坚不可摧的金钟罩，别说是一个女鬼，就算是10个女鬼也绝对进不了他的身。因为纯阳之体，阴气一碰就散。但他坏就坏在他邪淫过度，他为了追求短暂的感官刺激，背信弃义，把自己的良心给泯灭了。同时他又纵欲过度，把自己的生命之水，也就是肾水给漏光了，导致心肾两虚，阳气尽失。此时的小陈，他的身体和心灵早就变成了一栋四面漏风、内部腐烂的破房子。这在物理学上就叫做形成了一个负压的黑洞。当王氏那股极度阴寒的怨气飘过来的时候，因为小陈自己打开了防御的阀门，阴气直接长驱直入，住进了他的身体里。所以不是鬼要把他带走，而是他自己先砸破了生命的锅底，把鬼给请了进来。这就是宇宙中可怕的磁场共振。后来祖师先生实在不忍心看白发人送黑发人，于是大发慈悲，做了一场法事。他凭借着修为跟王氏的魂魄沟通，暂时将他安抚，封印到了远处的一座深山里，这才保住了小陈一命。小陈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可是各位，神通不敌业力啊！你以为法事做完了就天下太平了吗？3年后的一天，小陈带着后来的妻子回娘家。好死不死，回娘家的路刚好必须经过当年封印王氏的那座大山。你以为这是巧合吗？不，这依然是磁场的共振。小陈这3年来虽然身体好了，但他的心性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依然贪图享乐，依然没有对当初的恶行产生真正的忏悔。他内在的那个邪淫、自私的频率一点都没有变。当他路过那座山脚下时，就像收音机调对了频道一样，啪的一声，3年未消的怨气瞬间与他身上腐败的磁场再次连接。这一次怨气以10倍的猛烈程度爆发。小陈回家后旧病复发，而且来势汹汹。他在床上痛苦地哀嚎了整整3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家里的钱财全部耗尽，最后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悲惨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连祖师先生听闻后也只能摇摇头叹息，第一次是你命不该绝，我强行救你，这第2次是你自己心性不改，神仙也难救啊。这个惊悚的真实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是不是也惊出一身冷汗？邪淫
不仅仅是在消耗你的肉体，它更是在摧毁你抵御灾难的磁场防护罩。当你把自己的福报漏光，把阳气耗尽，各种倒霉的事情、疾病，甚至是无妄之灾，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死死地咬住你不放。但是大家先别害怕，也别绝望。既然我今天为大家找出了生命漏水的病因，佛法无边，慈悲为怀，自然就有帮助大家修复这个破洞的解药。如果你年轻时也不懂事，犯过类似的错误，现在身体和运气都大不如前了，别慌，我不讲虚无缥缈的理论，我会直接给你4个落地实操的救命微行动。只要你愿意照着做，我保证你一定能重新关上生命的阀门，把流失的精气神一点一滴地找回来。上一章的故事确实有些沉重，但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心里可能慌得很。你或许会想，老师，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懂事，我也犯过错，甚至我现在身体已经亮红灯了，我是不是没救了？别怕，佛法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慈悲与包容。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只要你愿意回头，修复生命的开关就永远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既然我帮你找出了生命漏水的病因，自然就有办法帮你把这个局给解开。但在讲具体的实操之前，我必须先破除一个大家最容易误解的观念。讲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了，老师，照你这么说，那我到了50、60岁，是不是就要去当和尚？是不是完全不能碰房事了？要彻底禁欲？错了，大错特错。不管是中医还是佛法，讲究的都是治中和，是阴阳的平衡，从来都不是极端的禁欲主义。孔老夫子也说过，食色，性也，邪淫是凿破锅底的毒药，但是正淫，也就是夫妻之间健康、充满爱的房事，却是最好的补药。今天我就稍微花点时间给大家讲透这个阴阳调和的底层逻辑，这真的是价值千金的观念。为什么说健康的夫妻生活是补药？男人属阳，女人属阴。男人到了中年，往往阳气浮跃在上面，火气大，容易焦虑、发怒；而女人到了中年，往往阴气下沉，容易手脚冰凉、宫寒、抑郁。当夫妻进行健康的房事时，这绝对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摩擦，这是一次深层的能量交换。透过这种亲密、充满爱意的接触，男人的阳气能温暖女人的寒湿，女人的阴气能滋润男人的燥热。这就像2块电池接通了正负极，电流形成了回路，生命的光芒才能重新亮起。适度和谐的性生活是人体天然的减压阀，所以很多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为什么？因为气脉打通了嘛，气通了，那些淤堵在肝经里的闷气释放出去了，心情自然就好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比吃任何疏肝理气的药都管用。不过，想要让房事变成补药而不是毒药，有3种情况你绝对不能碰。这叫3不碰原则。第一，大醉之后绝对不碰。中医讲，醉已入房，精竭神散。酒精是湿热之毒，你喝醉了去做，气血极度混乱，非常容易引发中风、猝死。很多社会新闻里的马上风就是这么来的。第二，雷雨交加之时绝对不碰。这听起来好像很迷信，但这其实是环境物理学。打雷下雨的时候，天地之间的磁场剧烈震荡，大气压强变化极大，这时候人体的微循环是非常脆弱的，强磁场会干扰你体内的生物电，非常容易导致气血逆乱，甚至邪气入体。第三，大怒大悲之后绝对不碰刚跟人吵完架，气得半死或者极度悲伤的时候，千万别做。这时候你的气血是逆行的，强行行房会导致气血崩乱，严重损伤脏腑。好的房事
做完之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身体通泰，对另一半充满感激和爱意。而坏的方式，做完之后，你会觉得空虚、悔恨，身体极度疲惫、难受。这是最简单、最直观的判断标准。好，观念厘清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头戏。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我直接给你们4个救命的微行动。这4招完全符合人体的物理学与能量守恒定律，简单易行，不花半毛钱。只要你照着做，我保证3个月，你流失的精气神就能回来一大半。第一招，热水泡脚，利用热力学引火归元。邪淫过度的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上热下寒，火全在头顶烧，导致脾气暴躁、失眠；水全积在下半身，导致双脚冰凉。要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最快的方法就是导热。每天睡前准备1桶42度左右的烧热水，水位淹过脚踝或小腿肚，这会让脚部微血管扩张，打开泄洪的闸门，全身血液被热力吸引往下冲，把脑子里高压的血流和胸口的无名业火顺着血液循环硬生生拽到脚底。泡20分钟到后背微汗，冰凉的脚底热了，发胀的脑袋清凉了，水火就重新交融。这招专治暴脾气和顽固失眠。第二招，叩齿吞金，利用物理共振修复肾水。中医说，肾主骨，齿为骨之余，牙齿是骨头的末梢，有条无形的能量通道连着肾脏。每天早起或空闲时，闭上嘴巴，上下牙齿有节奏的相互叩击，振动波沿着骨骼传导，就像在给沉睡的肾脏做深层按摩。叩击大约36下后，嘴里会分泌很多口水，这在道家称为金津玉液，是肾水化现的生命精华，千万别吐掉。把它分3小口，用力吞下，用意念跟着水流送到小腹丹田。这就好比给干枯的生命油箱加注顶级润滑油，每天坚持，漏掉的肾精就能点滴补回来，腰酸背痛也会慢慢消失。第3招，随时提肛，安装一个物理阀门。前2招是泄压和加油，这第3招是最关键的，关紧漏水阀门。纵欲过度的人往往底下闸门松弛，容易频繁遗精或尿滴沥不尽。修复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练提肛。深吸一口气，像憋大便一样用力把肛门往上提，往里缩，憋住3到5秒，然后慢慢呼气，彻底放松。人体下方的破门是锁住一身精气的关键，你没事就练，走路、坐公车、开会都能做，这是在给你漏水的杯底重新锁上强而有力的阀门。练上3个月，下半身的底气就足了，虚脱感会消失，整个人会变得硬朗挺拔。第4招，断恶行善，修补你残破的磁场。前3招是物理层面修复肉体，这最后1招才是最根本的绝招。所有的功法都只是助缘，真正能救命的药引子是你自己的心。首先要截断恶缘，在心里坚定发誓，从今天起绝对不再看色情内容，不去不干净的场所，切断输送负能量的管道。然后要开始做善事，做善事根本不需要花钱。早上给管理员一个微笑，坐公车给孕妇让座，帮邻居开个门，这都叫法布施。当你无私帮助别人时，内心涌现的纯粹喜悦就是最高级的阳气，能直接修复受损细胞，重塑护体金钟罩。如果你心里装的都是帮助别人，你就会像个散发光芒的小太阳，阴暗霉运躲都来不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才是最厉害的风水。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讲了很久，也讲得很深，从砸破锅底的无名业火，到透支生命之油的悲惨结局，从磁场崩坏的惊悚公案，到最后重新关上生命阀门的4个救命绝招。讲了这么多，千言万语，
其实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就只有一句话：世界上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你心里坦坦荡荡，没有阴暗心思，走到哪里都是福地，鬼神都要敬你3分。但若心里阴暗，被欲望牵着走，哪怕住奢华别墅，那也是凶宅绝地。人动了邪念，也许能骗过旁人，但绝对骗不了天，骗不了因果，更骗不了自己的身体。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无形中重塑着你周围的磁场。但我知道，荧幕前的你或许曾因年轻不懂事，走过一段弯路，也许现在正承受着病痛或低谷，觉得人生灰暗。请相信我，不要绝望。佛门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只要你此时此刻愿意点亮心里的明灯，修补那个漏水的生命之洞，你的生命随时都能重新开始。命运的遥控器一直都紧紧握在你自己的掌心里。网络世界也是个巨大的能量场，我们敲打的每个字都在影响磁场共振。如果你想从今天起截断恶缘，我邀请你做个传递火炬的人，请在留言区留下一身正气或福生无量。当成千上万个向善的念头汇聚，就是世上最强的高频能量。让我们一起汇聚浩然正气，用这股善念磁场彻底冲散生命的阴霾，修复受损的身心，也照亮更多还在迷途中的人。万法唯心造，点亮心灯，自然万邪不侵。祝福大家身心清凉，找回生命的尊严与平静。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也请轻轻按赞、订阅与分享。这不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将这份正念传递给更多有缘人的一次法布施。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影片再见。